今天我要用乌龙茶和香菇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。用茶叶入菜，我觉得会有一种浓浓的台湾味。我发现台湾有很多手摇饮料店啊，还有超商或是超市，也摆放了很多那种各式各样的茶类的饮料，包装都是很美的那一种，然后都是很文青、很可爱的。我看过有卖乌龙茶、四季春茶、高山茶、普洱茶等等的，所以我觉得用茶叶这个材料啊，做成一道料理会很有台湾的味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做菜之前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菜色、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乌龙茶和香菇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3克的乌龙茶，青心乌龙是台湾栽培历史最久、栽种面积最广的品种，所以它是台湾高山茶的王者。别名是乌龙种茶软枝乌龙玉虫，是目前茶叶市场中最受欢迎的茶。青心乌龙属于晚生品系，产期跟海拔及纬度有关系。2月中旬，台东鹿野那边可以采收；4月是在南投民间采收；5、6月在梨山产出。香气清新，滋味甘醇，有着桂花、兰花、果香、蜜香的香味，这就是青心乌龙茶最大的特征。马铃薯准备1颗，把马铃薯削皮，切成薄片状。马铃薯是一种很容易有饱足感的食物，因为它含有很多的抗性淀粉，有助于减重的朋友。马铃薯也含有高纤维，水溶性纤维含量很高，有助于排便。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准备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1杯水，把马铃薯放进来蒸。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准备30克的瓜子，这是南瓜子，要用腰果代替也是可以，但腰果要蒸熟。放入食物调理机里面搅碎。可以了，把碎成像这样子细细的。把南瓜子放入大的调理碗中，准备2片豆干，把豆干剖开成一半。为了增加乌龙茶牌的口感，我中间会加上这片豆干，吃起来就会有 Q 弹的感觉。把豆干放入盘中，准备2朵香菇，把香菇的角切下来，这样子比较好切碎。香菇的角给它切片，再来切碎。香菇的上面切片，换一个方向切碎。用干香菇代替也是可以，因为今天冰箱刚好有鲜香菇，所以就直接用鲜香菇代替。所以今天就选用鲜香菇，就来回的给它切碎一点。把香菇放入大的调理碗中，跟南瓜子一起。这块是冻豆腐，在台湾会比较常见，就是吃火锅的时候会见到冻豆腐。现在把豆腐挤干一点水分，在马来西亚倒是很少见到冻豆腐，随手剥成小块状，用食物调理机来打碎。冻豆腐怎么做呢？就是把豆腐放进保鲜盒里面，然后放到冷冻里面放1个晚上，隔天取出来退冰，退冰之后就会像现在这个状态，打碎了，像这样子的状态。把豆腐放入大的调理碗中，跟南瓜子一起。马铃薯蒸熟了，趁热来把马铃薯压成泥状，蒸得很透就可以很容易压成泥状。马铃薯都压成泥状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现在把马铃薯放进大的调理碗中，接着放入40克的中筋面粉，1茶匙玫瑰盐，半茶匙白胡椒粉，香油1汤匙，
不要忘记还有我们的乌龙茶也一起放进来，把所有食材拌匀。已经充分拌匀了，粘性很够，先放旁边备用。手抹一点油，把馅料放上手上，再放上一片豆干，给它压扁。等一下做出来的成品大概是1公分的厚度。再放上馅料，把豆干片包起来。塑形成圆形，一片素排完成。把乌龙茶排放上抹上油的盘子，再来做一个，手上再抹上一些油，再把馅料放上来，豆干。哇，现在就已经有闻到一点点乌龙茶的香味了。塑形好了，可以了。清新乌龙这个品种所制成的包种茶，不但品质优良，而且广受消费者喜好，所以就这样成为栽植面积最大的品种。说到包种茶，让我想到以前念政大的时候，学校有包种茶节。包种茶节有10多年的历史了，因为政大在台北文山区，用文山区盛产的包种为发想，取其包种的谐音，期待所有有志的学子都能包种政大。其实在台湾念大学的回忆很多，不知道大家想听吗？想听的朋友可以在影片下留言，我再找机会跟大家分享，或是你想问我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哦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油铺平均点，油也微热了，把素排放进来煎。下面有定型了，可以翻面。再来继续煎成金黄色，变成金黄色了，可以取出来沥干油。用回原来的锅子，先不要开火来煮酱汁。放入1汤匙的酱油，1汤匙的素蚝油，白胡椒粉1/4茶匙。2砂糖半茶匙，刚刚泡的乌龙茶还有放进来，大约放80cc 的乌龙茶进来，可以开火了，把所有酱汁煮滚，煮至大滚了，把调好的太白粉水放进来，煮至浓稠状。哇，我们的酱汁好香哦！煮滚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来试吃乌龙茶排，上面放了这个海苔香酥，
哇，好香哦，软 Q 的口感。如果要更酥脆一点，外层可以沾上面包粉，那炸起来就会酥酥脆脆的。我没有沾面包粉，直接煎，就是软 Q 的口感。那个乌龙茶叶呢，可以直接咬下去，咬一咬可以吞下去，很香。咬到茶叶的时候，满满的茶香味的素排，推荐给大家。有空可以试做看看。像现在大热天的，吃这种就很清爽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有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刀料理见，拜拜。不会很咸，很好吃哦。咬到豆干好 Q 哦。